安全起见呢，我们还需要申请一个安全证书，通过 HTTPS 加密的方式来访问你的用户。访问这个网站，如果要传输一些比较敏感的数据的时候，它就会以加密的方式来传输。当然，有很多国内的网站没有经过加密，这也不影响使用，只不过这当中传输的一些数据都是以明文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，非常容易被不怀好意的人士截取。你会看到谷歌 Chrome 浏览器如果访问 HTTP 的网站，会有一个不安全的提示。对了，这就是因为它没有安装证书。恰好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一键安装带有了申请安全证书的脚本。其实也很简单，我们只要打开它的官方网站，上面有很多安装的说明。数字证书花了非常多的时间，原因是我没有详细看这个文档。是这样的，刚才我们说了，在这个文档当中自动配置这个文档当中呢，输入这条命令，其实看它上面有说明，如果你是 NGX 的话，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处理方法，用这个是有出错信息的，出错信息是不能够进行下去。好，我们打开这个链接，我们按照它一步一步的做。第一步呢，就是这个安装这个 Lego Client， 一起复制进去执行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复制到命令行里面，复制到刚才我们到谷歌云的后台，找到我们那个部署的 WordPress， 在工具Deployment Manager 要找到我们那个项目，我是在 New 项目下面。如果你们只有一个的话，就应该在默认这个项目下面 Pro， 这就是我们那个 WordPress Pro。好，我们在这边进去之后找到这个 SSH， 建立 Victoria 那些机器的界面是一样的。好，看到这个界面就说明已经登录成功了。我们需要输入将文档中的命令全部复制到 SSH 界面，点击回车执行。全部执行完了之后，到这里结束啊，这不用管它，复制进去，然后粘贴就执行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它要叫我们第二步是执行这个命令，我们也执行。其实是这个是关闭掉所有的服务，我们也不用管它，我们只要执行就好了。它 stop 掉我们的 NGX 服务啊、PHP 啊，等待它一下，它已经 stop 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要第几步。是这个呢，我们把它复制过来，也是复制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获取证书了。我们把它粘贴到我们这里，但是这里要修改，这个修改是把这个地方 email 改成你真实的 email， 大方对方。好，这个域名这个地方要注意了，在这两个双引号当中输入刚才我们想要的这个域名 I like you 点 GQ。好，另外还有一个域名后面是在 3W 的，那我们把 3W 保留，domain删掉，在 I like you 点 GQ。这样的话，就是不管你输 3W 还是没有 3W， 它都是可以加密的。好，这个 pass 不管，按击回车。好，看到这个界面，他就去申请了2个证书。因为我之前已经申请成功了，他说已经通过了啊，可以跳过。然后呢，这里说是认证成功了啊。然后我们再看到刚才这个页面，就到第3步了。按照我这个步骤来的话，应该是 NGX 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复制这串，我也不用去管它的区别，应该区别是不是很大，因为它的目录结构不一样。我们是 NGX 的，所以我们要复制这段，把这个 domain 改成我们自己的那个域名，是什么什么点什么什么 3W 那个就不用加了，就直接是什么什么点什么什么 OK。 好，这段执行完了之后，就直接复制最后一段到这个命令行界面、管理界面执行 start， 因为刚才 stop 掉了，我们现在要 start， 看看我们是不是能 start 成功啊？看这个 MySQL 已经 start，PHP 也 start， 最后就是 NGX 也 start， 一个数据库，一个是脚本解释语言，一个是我们的 Web 服务，3个都启动了。那我们再去打开一下我们的网页，好，这样的话你就获得到一个证书了。然后你再打开网站，看到吗？它有一个小组，就说明我们的证书已经安装成功了，并且它是经过加密的。访问我们网站的数据都是通过加密的方式来传输。好，现在有个问题，我们已经安装好证书了，我们看到这里还是不安全，但我们需要输入 https://，这样的话它就安全了。但是我们又重新每次打开的时候，它还是不安全的。我们需要强制整个我们之前的站都走 https 这个 SSL 加密的方式到我们的后台。我会将我整理的文字说明放到影片的下方。这句命令的意思是要编辑 WordPress 配置文件，把它复制进来，回车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键盘上输入一个 I 到 insert 状态，然后是通过
键盘的上下左右键，找到这里，默认的网站的链接地址，它现在是 http:// 斜杠，看到吗？我们要到这个冒号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按一个 S， 因为现在输入状态，我现在按一个 S， 在这边也输入一个 S， 把 HTTP 改成 HTTPS， 我们已经修改成功了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按 ESC 键退出，插入编辑状态，然后按 Shift 冒号，也就是输入一个冒号，然后按 WQ，W 是 Write，Q 是退出，就是写文件并且退出，按回车。好，那么这个配置文件就已经修改成功了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第二就是重启这个服务，复制粘贴，好，等待，它现在在重启，这不是重启机器啊，这是重启这个服务。好，这个时候它已经重启成功了。来看到吧，它默认就是自动跳转了，然后它每一个页面以后都是强制到 HTTPS SSL 加密的方式了。好，那我们申请的这个证书是3个月有效的，那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自动执行的脚本，让它每3个月去自动申请一次。好，我们先复制这段自动创建脚本的命令，我们到我们复制这段命令，啊，它帮我们创建一个文件，像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内容复制进去。好，这里要改成你们自己的 email 和你们自己的域名和 3W 的这个域名，每90天 renew 一次。好，按 ESC 键退出编辑状态，按冒号 WQ， 好，这步建好了。然后我们要让这个脚本给它一个可执行的权限，执行一下。好，打开一个编辑器，它这里的意思是让你选择哪一种你自己喜欢的编辑器，我选的是3。我们将这段复制进去，按 I 进入可编辑状态，光标到最后。粘贴 ESC 键退出编辑状态，回撤，退出，保存退出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一个自动续约证书的计划任务已经创建完成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对我的分享感兴趣的话呢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一旦我有最新的影片上传，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给我留言，我会尽可能的一一答复。记得哦，一定要点赞。我是大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